观之道为实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随着人们的生活质量越来越好，痛风也变得越来越常见了，并且难以根治，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困扰。如果没有及时治疗，就会引起更多的并发症，例如糖尿病、高血压、高血脂、心肌梗塞等。89岁老中医表明，掌握合适的泡脚方法，可以有效地预防和根治痛风。民间也有富人吃补药，穷人泡泡脚的说法。泡脚可以活血化瘀，提高肢体末梢温度，减少尿酸结晶形成，有利于防治痛风。泡脚还可以减轻疲劳，改善血液循环，促进新陈代谢。加入中药泡脚还具有促进特定药物治疗吸收的作用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。泡脚看起来很简单，其实不然，很多人都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。首先要学会合适的泡脚方式，其次要选取适当的泡脚药材，最后还要注意泡脚的禁忌人群。那么小关先带大家学习一下泡脚的正确方式。泡脚时，选择水容量能泡到小腿以上的木桶，因为木桶降温较慢，不用反复加热水。如果家中没有木桶，也可以用较深的盆代替。水温最好控制在40度左右，切忌水温太高或者太低，要让水温保持在自己可以耐受的温度，不轻易试探和忍受那忽冷忽热的感觉。时间最好选择在睡觉前泡脚，时长15到30分钟左右，泡到你的后背感觉有点潮或者额头出汗了，就算是好了。千万别等泡出大汗，出汗太多会伤阴，只要出些微汗，就说明你的经络上下贯通了。泡完脚后还可以柔和地按压4个穴位。1. 涌泉穴。涌泉穴是人体足底的穴位，位置为足前部的凹陷处，也被称为肾经的首穴。一般的揉按可以补肾气，泻火降压，强筋壮骨。每晚泡完脚准备上床睡觉时，可以用双手掌心轮换着对涌泉穴进行按摩揉搓，每次揉按10余次，坚持揉搓此穴，可以使手脚冰冷的症状减轻。2. 劳宫穴。劳宫穴属于手掌的穴位，位于手掌心处，当第2、3掌骨之间，偏于第3掌骨，握拳屈指时中指尖处，一手握拳，搓揉另一只手的劳宫穴，直至手心发热，两手交替进行。长期揉搓劳宫穴具有清心火、安心神的作用，用于治疗失眠、神经衰弱等症。3. 气冲穴。气冲穴位于腹下部耻骨联合上缘上方凹陷处，旁开2寸，此穴下边有一根动脉，先按揉气冲穴，后按揉动脉，交替进行。此法可以促进腿部血液循环，温暖手足。4. 肾腧穴。肾腧穴位于第2腰椎棘突旁开 1.5 寸处，即是通常所说的腰眼。坚持按摩、拍打肾腧穴，有助于增加肾脏的血流量，改善肾功能。掌握了以上泡脚的方式，还可以在温热的水里加点中草药，促进人体血液循环的同时，还能够使药效被皮肤吸收，作用于人体，对去除痛风有更好的效果。下面这些配方记得收藏哟。配方1：肉桂50克、生姜150克、花椒80克以及50克蒜头。使用方法是将这些材料切小之后，用透气型的棉纱布包裹好，然后放入开水中煮10分钟左右，再将水过滤出，放置于40度左右的时候，就可以拿来泡脚了。泡脚时长控制在半小时以内，一定要长期坚持。功效是能够有效地帮助痛风患者舒筋活络，抑制尿酸，减轻痛风带来的病痛折磨。配方2：蜈蚣6条、鳝雌菇150克、宣参、金银花各100克、皂角刺120克。使用方法是，制作方法和上面一样，只是熬制的时间稍微久了一点。煮好之后，将水倒入盆中，先用热起来蒸熏双脚，等水温降到40度左右的时候，再浸泡双脚。1天2次，每次半个小时为宜。
坚持1个星期就可以看到效果。功效是可以帮助痛风患者清热解毒、消肿止痛，还能够促进身体中的尿酸排泄，缓解痛风发作时带来的痛苦。配方3：透骨草5克、生筋草5克、红花5克。使用方法是把这3味放到盆里，加上刚开的水，先浸泡一会儿后温，等到水温到能够耐受的时候直接泡脚。每天泡2次，每次在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。一般说来，连续泡个7、8天就可以收到比较好的效果。当然了，痛风后遗症这种疾病要连续浸泡2个多月才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。除了治疗痛风的配方之外，还有可以对治其他症状的配方，大家不妨一试。萝卜籽被中医认为具有除湿化痰的功效，可以消食除胀，对便秘患者有一定疗效。用法是取萝卜籽30到40克，放入药锅煎煮15分钟，将煎好的水连同萝卜籽一同倒入盆中，兑上凉水，待水温合适后即可泡脚。柠檬加白醋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柠檬是很多白领女性的最爱，可顺气提神，对于防感冒也有一定效果。而白醋可软化血管，滋润皮肤，因此将2者结合起来，对保护足部血管有很好的功效。用法是以2:3的比例放入柠檬和白醋，用温水泡15分钟左右就行。五加皮和威灵仙均属药用植物，对消肿止痛有很好的功效。用法是五加皮、威灵仙各20克，先用药锅煎煮15分钟左右，然后直接倒入脚盆中，兑上凉水，待水温合适后即可泡脚。还可以准备鲜艾叶50克，如果是晒干的艾草则30克即可，加水1500毫升煮沸15分钟，捞取艾叶，待水温降至45摄氏度时浸泡双脚。最佳的方法是晚上睡觉之前每次泡20分钟，夏天泡的时候水温不要过高，先放凉至温，再把双脚放入盆中浸泡，水量要淹没到脚踝处。大家都知道了泡脚的好处，但是泡脚养生大法并不适合所有人，下面这些人要当心。首先是心功能不全、低血压患者，这2类人不宜用太热的水泡脚或长时间泡温泉，因为这会导致人体血管扩张，全身血液由重要脏器流向体表，这必将导致心脏、大脑等重要器官缺血缺氧。对于有心脏病、低血压的人群来说，就会增加发病的危险。糖尿病患者应特别留意水温的高低，因为这类患者末梢神经不能正常感知外界温度，即使水温很高，他们也感觉不到。泡脚时容易被烫伤，从而引发严重的后果。水温不要超过40摄氏度，记得必须得用温度计严格测量水温。另外，时间也最好不要超过10分钟。而有静脉曲张的人也要注意，别用热水泡脚。静脉曲张是由于静脉血液回流不正常，用热水泡脚会让血管扩张，让大量血液运行到腿部，但它只会增加局部的血流量，却不能改变静脉回流的速度，反而可能加重静脉回流的负担，让通道更加拥堵，加重下肢充血，大腿上的蚯蚓一样的血管越来越粗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静脉曲张患者发现自己怎么越泡越肿的原因。老寒腿如果用热水泡的话，也会越泡越麻烦，会引起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。正常人用热水泡脚可以扩张足部动静脉血管，促进血液循环，但是对于下肢动脉血管有问题的人来说，高温热水可以让静脉血管加速回收血液至心脏，堵塞的动脉血管却无法同步把血液运送到下肢，结果就是让下肢越来越缺血，严重的会面临肢体坏死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老寒腿用热水泡脚越泡越疼。患有脚气的人，病情严重到起泡时就不宜用热水泡脚，因为这样很容易造成伤口感染。而若是足部有炎症、皮肤病、外伤或皮肤烫伤者，则更不推荐泡脚。老年人泡脚时间够长的话，会引发出汗、心慌等症状。所以
老人每日临睡前泡脚15到20分钟为佳，不宜时间过久。小孩本身就容易发热，爱上火，特别是婴幼儿，对温度的感觉和大人不一样。大人觉得水温稍热，对孩子来说已经是很热了，但他们又不太会表达，所以很容易烫伤柔嫩的肌肤。泡脚只能够算作是一种调养身体的方式，一种辅助治疗痛风的手段。严重者还是要积极的配合医生，选择专业的药物调理，才能尽快的恢复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，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